岳哥说电影，专注好电影。大家好，我是岳哥。1960年冬天，美国一个宁静的小镇银装素裹，鲁迪在哥哥的带领下和朋友们一起玩橄榄球。虽然天气寒冷，却依然阻挡不了他们对橄榄球的狂热。鲁迪身材矮小，力量又弱，只能跟在屁股后面打酱油。在父亲的影响下，全家人都成了圣母大学橄榄球队的铁杆粉丝。他们从来不会错过圣母大学的比赛转播，而最精彩的一次比赛解说，鲁迪能够倒背如流。他激情澎湃地模仿解说员，就像总统演讲一样。尽管如此，父亲也从没想过让儿子们去打橄榄球。孩子们天赋有限，家里又没什么钱，所以这条路根本就走不通。他只想等孩子们高中毕业后，跟他一起到炼钢厂上班。在他看来，没有什么比踏踏实实过日子更重要的了。所以当鲁迪宣布他要去圣母大学打橄榄球时，全家人都笑了。老爸知道他是最不可能的那一个。光阴似箭，岁月如梭，4年的高中生活一晃而过。鲁迪参加了校队，却依然是最矮最小的队员。今天是校队生涯的最后一天，教练为队员们送上了祝福。鲁迪的文化课太差，考不上大学，他就只能告别橄榄球。他整天魂不守舍，老师嘲笑他是白日梦想家。星期六上午，有志愿的同学将乘车前往圣母大学参观。鲁迪也想去看看这所梦寐以求的大学，却被老师拦了下来。老师说，车子是为想要读圣母大学的学生准备的，以鲁迪的成绩根本就不可能，还好心的劝他，不是每个人都要上大学的。鲁迪只能背对着梦想落寞离去。转眼又是4年时光。鲁迪毕业后一直在炼钢厂工作，4年时间，鲁迪省吃俭用攒下了1000美元。青梅竹马的女友希望他拿出积蓄买房结婚，可鲁迪却另有打算。这些钱是他的筑梦基金。22岁生日那天，最好的朋友彼得送给了他一件礼物，那是圣母大学橄榄球队珍藏版的队服。鲁迪两眼放光，当即脱下工衣换上了球衣。全世界只有彼得最懂他，一直鼓励他追逐梦想。他说，是梦想让乏味的生活得以忍受。他们从小到大一起上学，一起工作，一起打球。他和彼得的友谊甚至超越了和哥哥的亲情。然而厄运总是突如其来，打得人措手不及。一次锅炉燃爆事故夺走了彼得年轻的生命。在彼得的葬礼上，鲁迪难掩悲痛。生命是那么的无常和脆弱，却也给人以新生的力量。鲁迪不能再等了，他下定决心一定要考上圣母大学，去圣大校队打橄榄球，不仅为了自己，也是为了彼得，因为那是他们2人共同的梦想。女友只回了他一句话，如果你非要去的话，只能一个人上路。鲁迪哭着和他分了手。或许追梦的路上注定要忍受孤独。他收拾好行囊，来到车站准备出发。父亲在最后时刻赶了过来，他劝诫儿子放弃不切实际的梦想，同样可以生活得很好，像你哥哥约翰和弗兰克那样赚钱过日子。然而鲁迪却说，我就是我，我不想成为约翰或者弗兰克。说完，他便拿上行囊出发了。直到凌晨，他来到了圣母大学，招生办还要几个小时才开门。门卫建议他先去找神父谈谈。破晓蚊虫鸣，点点灯光清，湖水照孤影，落叶铺满径。鲁迪来到教堂，告诉神父他想去圣母大学打橄榄球，这是他从小到大的梦想。每个人都说这不可能，在我的一生中，大家一直都在告诉我能做什么，不能做什么，我也一直听信他们的话。可现在我再也不想这样了。鲁迪说，只要能考上圣母大学，他愿意每天学习20个小时。眼见他如此执着，神父让他先到圣十字专科学院预读2年，如果成绩足够好的话，他就有机会上圣母大学。就这样，鲁迪终于迎来了求学之路上的曙光。漫步在安静祥和的校园里，鲁迪心里踌躇满志，来不及放下行囊，他便偷偷钻进了圣大橄榄球队的主赛场。那是他心中的神圣殿堂，也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。看管场地的黑人杂工发现了鲁迪，并请他出去。鲁迪大声向他宣布，总有一天我会从那条通道跑入赛场。交完学费，办完入学手续，鲁迪正式开始了校园生活。为了拿到全优的成绩，他每节课都认真听课做笔记。而为了接近球队，他主动找到黑人杂工，希望成为他的助手，不需要任何报酬。黑人杂工最终成了他的师傅，2人负责检修场馆。那天，鲁迪跟着师傅进了更衣室，他读着先辈们的格言，细数着圣母大学历史上的每一个知名球星，甚至他们的衣柜在哪个位置，鲁迪都一清二楚。他站在凳子上模仿那场最著名的直播
演讲，他心里溢满了自豪，他也将为自己的梦想奋斗不息。然而他攒的钱全部用来交学费了，连租房的钱都没有。晚上他只能偷偷钻窗躲进杂物间睡觉。后来他认识了圣母大学的鲍勃，两人达成了交易。鲍勃不善于跟女生交往，鲁迪帮他认识学院的女生，而鲍勃则帮鲁迪辅导圣母大学的功课。那天，圣母大学校队迎来了一场激烈的比赛，鲁迪手里只有$10，没人愿意把票倒卖给他。听着球场里山呼海啸的呐喊声，他心里焦急不已，恨不得长出一双翅膀飞进去。直到比赛结束后，他才来到空荡荡的赛场发呆。当天晚上，他翻窗进入杂物间准备休息时，发现师傅把钥匙和毛毯悄悄放在了他床上。他问师傅：“你在这里看过比赛吗？”师傅说没有。鲁迪跟师傅说：“那等我入场比赛时，你一定要来看。”师傅觉得他简直就是在痴人说梦。要想在这里比赛，首先得考上圣母大学才行。可他第一个学年的考试成绩并不达标，寄出的入学申请也被驳回了。圣诞节那天晚上，当他拿着3B1A 的成绩单回家时，父亲并没有多大兴趣。弗兰克对他冷嘲热讽。最让他无法接受的是，女友和约翰走到了一起，成了他的嫂子。鲁迪带着屈辱冲出家门，连夜赶回了学校。知耻而后勇，每一次挫败仿佛都变成了一股倔强的力量。除了更加刻苦的学习和训练，他没有任何捷径可走。可第二年他还是失败了。当他消极抱怨时，师傅却鼓励他：“你并没有意识到你又接受了1年高质量的教育。”鲁迪没有半点退路，他只好整理好心情，从头再来。但第3年依旧没能成功，鲁迪愤恨交加。如果下学期他还不能考入圣母大学，一切就都结束了。神父安慰他：“你已经为自己的梦想做了很多了。”可鲁迪却说：“我不在乎，如果没有好的结果，一切都是徒劳。”又是1年的艰苦奋斗，那是鲁迪最后一次机会。他怀着无比复杂的心情打开了信封，读着读着他就哭了起来。这次他终于成功了，他当即返回家乡，把自己的录取通知书亲手交给了父亲。这个大家曾经认为不可能实现的事情，现在成了事实。父亲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弗兰克也震惊不已。随后父亲通过广播向工友们宣布了这一重大喜讯。但对鲁迪来说，考取圣母大学只是他实现梦想的跳板，他的最终目标是当圣母大学的橄榄球运动员。入学第1周，鲁迪就参加了橄榄球队的试训，95名队员参与竞争，最终只会留下极少数人加入陪练队，而陪练队每天的任务就是给主力队员当人肉靶子。就是这样一个机会，大家也都拼尽了全力去争取。这些学员每个都是拿全额奖学金的佼佼者。鲁迪的身高和体格是最差的，可他却是最拼的。就算鲜血染红了球衣，他也没有丝毫退缩。副教练就喜欢这种敢于拼命的狠劲儿，他不顾教练的反对，执意要将鲁迪招入陪练队。鲁迪向他发誓，自己一定会竭尽全力，不会有一丝松懈。然而陪练队里的队员个个都比他优秀，有些队员还出身名门。即便如此，当了3年的陪练，也从来没有过上场比赛的机会。但鲁迪不去想那么多，至少他离梦想又近了一步。他把钥匙还给了师傅，感谢他为自己所做的一切。师傅向他承诺，只要你上场，我就一定会去看你的比赛。主力队员们个个威猛雄壮，鲁迪明显比他们小很多，站在他们中间，就像是小鸡混进了老鹰群中。鲁迪每天都要接受这些大块头的猛烈撞击，无数次倒地，再无数次爬起，就算被撞得昏厥，他依然挣扎着爬起来，高喊：“我能行！”每天训练结束后，他总是鼻青脸肿，浑身跟散了架一样。主力队员警告他：“你在训练时别那么拼命，说不定哪天我会误杀了你。”鲁迪却回应说：“如果我放松了，就不能很好的帮助你们准备比赛。”鲁迪无所畏惧，不管流血还是流汗，他从未缺席训练。一次训练中，鲁迪由于太过投入，将主力队员扑倒在地，对方和他扭打在一起，愤恨地骂他是个爱出风头的混蛋。只是一次平常的训练而已，他却当成打决赛一样拼命。然而这种顽强拼搏的劲头，正是鲁迪的闪光点，也是球队的灵魂所在。就连教练也暗暗佩服他，狠狠地训斥了那名队员：“以你的天赋和资质，如果能有鲁迪1/10的努力，
早就成为全明星了。回家后，鲁迪向家人宣布自己成为了盛大校队的一员，尽管他脸上还带着伤，可没人愿意相信他。他们在电视上看比赛转播时，从来没有见过鲁迪的身影。鲁迪告诉他们，不久的将来，你们一定会看到的。返校以后，鲁迪直接去找了教练。他知道无论自己多么努力，都只能留在陪练队。他父亲喜欢圣母大学橄榄球队胜过其他一切。在大学生涯的最后一年，他想送给父亲一份礼物，他要上场比赛一次，不仅仅是为了父亲，更是想证明给那些告诉他不可能的人看一看。他做到了，最终教练答应了他，这是一个陪练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。鲁迪应该得到这个机会，这是他应得的回报。鲁迪将这个特大好消息告诉了父亲，他希望自己上场比赛的那一天，亲人们都能到现场观战。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，不久之后，主教练就辞职了。他答应鲁迪上场比赛的事也随之成了泡影。面对命运的不公，鲁迪没有选择自暴自弃，他知道只有更加努力，才有可能重新获得上场的机会。每次比赛前，他都会在入选名单上仔细寻找自己的名字。一次次的失望从未动摇过他的决心，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他才会把所有的苦和累化作眼泪。一直到毕业前的最后一场比赛，他依然榜上无名，队友们都为他感到惋惜，为他打抱不平。这么多年的努力全是徒劳，积压在他心中的愤怒彻底爆发，他已经看不到希望了。这次他是真的想要放弃。当师傅得知此事后，痛痛快快地骂了他一顿：“你就是个半途而废的垃圾，一无是处的废物，你没有得到上场比赛的机会。可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大的悲剧，你这辈子不用对任何人证明什么，除了对你自己。”在这个球场里，我已经看过太多的比赛。我曾经在圣母大学校队坐了2年的冷板凳，当时我以为自己是黑人，所以教练才不让我上场。我一气之下就退出了球队。没过几天，我就开始后悔。我敢保证，不到1个星期，你也会为选择离开而后悔。听了师傅的话，鲁迪最终打消了放弃的念头。当他重新返回训练场时，大家都鼓掌欢迎这个永不言弃的斗士。训练结束后，所有队员都来到教练办公室集体请愿，他们都愿意把自己上场的机会让给鲁迪，他们都愿意为鲁迪献上自己的球衣。眼见大家如此执着，最终教练同意让他上场当替补。当天晚上，鲁迪打电话通知了家人，第2天这场最后的战役即将打响。鲍勃带着女朋友特意赶来为鲁迪加油，师傅也兑现了承诺，来看他的第1场比赛。鲁迪的父母和哥哥们全都准时到场。比赛前，教练为队员们加油鼓劲，队员们激情澎湃地冲出更衣室。当鲁迪带领着整个队伍穿过通道进入赛场时，家人们都看见了他。鲍勃更是激动地大喊：“你们看见45号了吗？我认识他，他叫鲁迪。”比赛正式开始，观众的热情高涨如火，双方队员缠斗在一起，冲撞翻滚，投掷传球，打正得分。比赛还剩3分钟的时候，圣母大学已经牢牢锁定了胜局。副教练请求让鲁迪上场，可主教练心里只有胜负，他绝不允许鲁迪这种小身板上场丢人现眼。在队友的带动下，全场开始齐声高呼鲁迪的名字。比赛还剩37秒就要结束，队员们违抗了教练的战术，他们只用10秒就完成了进攻，为鲁迪争取到了27秒的时间。这一切都是为了鲁迪，那个感染了所有人的小个子鲁迪。最后顽固的教练只能服输，让鲁迪上场。当他冲到赛场的时候，所有人都为他振臂呐喊。助理教练让他站在原地不要动就行了，可他却在最后7秒钟的时候做了一次完美的拦截。他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，这是属于他的比赛。这么多年的坚持和拼搏都是为了这一刻。这是他第1次，可能也是最后一次上场。虽然只有短短的27秒，却是他人生中最辉煌、最荣耀的时刻。为了迎接这一刻，他一生都在马不停蹄地准备着。朋友为他呐喊，父亲为他自豪，哥哥被他彻底征服，队友们将他举过头顶，接受观众的膜拜。自此以后，圣母大学橄榄球队再也没有人被高举头顶离开球场。
追梦赤子心是大卫·安斯鲍夫1993年上映的作品，电影根据钢铁工人丹尼尔·鲁迪的真人真事改编而成。鲁迪用10几年的坚持和8年的低谷，换来了仅仅27秒的荣耀。这样的结果在常人看来，无疑是不值得的，甚至是愚蠢的。用这些时间和精力干点啥不好呢？可有时候啊，梦想就跟爱情一个熊样，你明知道不值得，可还是义无反顾。在我看来，好友彼得的突然离世是一个重大转折。如果不是如此，可能鲁迪会一直等下去，等待一个所谓的成熟的时机，然后在等待中渐渐消磨了激情，慢慢变成一个和朋友吹吹牛、待在舒适区的钢铁主管，直到有了家庭，有了顾忌，再也不敢谈及梦想。或许这样的人生也没有什么不好，但彼得的离去让鲁迪意识到了一个残酷的事实：直到死去的那一刻，彼得的脑海中可能还装着那个橄榄球梦。难道我也要带着这个未完成的梦想而死去吗？不，他不想，至少在那一刻他不想。生命的无常和脆弱让他惧怕，也让他振奋。彼得说，梦想让乏味的生活变得可以忍受，可梦想不应该是我们的精神鸦片，更不应该是让我们庸庸碌碌活着的借口。当幸福来敲门里说，如果你有梦想的话，就要去捍卫它，即使全世界都对你说不可能，你也要试一试。那些成功的、失败的人都试图告诉你你不行，可这世上从来都没有通用的道理，对别人管用的真理对你来说可能就是谬论。你不活在别人的口中，你要做的仅仅是发自内心的让当下的自己满意。所以你真的有为梦想拼过命吗？我想这世上大多数人都只是为梦想踮了一下脚尖而已。我们没有拼尽全力，更没有孤注一掷，因为我们都没有那份勇气，不是吗？好了，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话记得关注、点赞加收藏。就这样，我们下期见。